那想请教一下，在这段时间，不知道维斯的 IQ 智慧照护帮手在现场有带来什么样实际的价值？那给您什么样的帮助？我们用的维斯的感应床垫呢，尤其是在呼吸监测方面，它的功能蛮多的，就是也有临床的监测，然后也有这个呼吸的监测哈。那尤其是能够去了解到著名的呼吸形态，那个的确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忙哈。那我就举最近的一个例子，我们因为接到了那个 LINE 里面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阿公，他的呼吸大于26，好，然后连续了几次以后，那我们护理师就去听他的声音，听他的声音，觉得说他开始有一点的那个失落音，那我们就请家属呢要带阿公去看胸腔内科，好，那去看了以后呢 ，X 光照出来就是他有肺炎。那本来医生是建议他，因为年纪大还是要住院治疗。那后来家属因为担心他一住院了以后又会有情况更不好，因为他之前的经验就是一住院回来了以后就一个大伤口出现，所以呢家属就跟医生讲说他不想住院，好，那就带了1个礼拜的口服药回来。那回到我们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跟他讲，如果阿公有什么情况该住院还是要住院。可是后来呢，他1个礼拜的抗生素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都很平稳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因为像这种情况，维斯感应及时的通知我们，监测到了阿公的呼吸形态有在改变，那提醒我们，然后我们去听他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像医院每天都会去听阿公的肺的声音，所以呢，因为他的次数增加，然后呢，在LINE里面及时告诉我们，那我们就去听，听了以后我们就建议家属，那提早去看了，所以他肺炎可能才刚开始，那这时候口服抗生素对他就有很大的帮忙。那像这个呢，真的就对家属也有很大的帮忙，因为不用住院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凤母阿嬷也是因为她的呼吸，从2点钟开始，那我们就护理人员就再去观察，再去听，那我们也请家属。结果呢，也避免掉了1次的住院。所以呢，他在呼吸监测方面，我们是觉得真的对我们在照顾助理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忙。这个是很难得的，因为在目前所有的监测机器里面，好像就是比较着重在临床监测，好，那我们比较在意的就是呼吸监测这一方面，不但是次数，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呼吸的形态的改变。